子准备祭品，娘子辛苦了这么久，将她生前最爱的锦织一针一线绣下来，这份心事岂是你能晓得的？娘子闭门不出，你以为就是怕了你吗？笑话！雨奴，你日日将仙夫人挂在嘴上，却连她的墓前也从未去过吧？罢了，今日我就把你带上，让你在陆家子子的墓前好好的磕几个头。琉璃，你想同我一起来的地方，原来是这里。陆子子是我敬重的人，我早就想来她的墓前祭扫。守月，我不是小气之人。陆子子亡故多年，你依然对她有情有义，这才是我喜欢的郎君。以后你若想念陆子子，咱们便一起来看她，可好？陆子子被临海大长公主和你的族人逼死，却有苦说不出，有仇不能报。最可恨的是，陆子子已经走了多年，临海大长公主至今还打着与陆子子母女情深的旗号，继续陷害你，盘剥你。陆子子，我知道你走得委屈，走得不甘心。你若泉下有知，便保佑我和守月，保佑我们早日为你报仇。10多年前，我奉母命迎娶七娘。我既大婚，河东公府只能按承诺，将代管多年的裴氏家产还给我。但当时我刚拜苏将军为师，便将家产交给七娘打理。谁知大长公主在田庄上使了手段，亏空许多。七娘瞒着我，将裴家都拿出来补了亏空，却还是不够。裴氏族人联起手来，逼死了七娘和她肚中的孩子。大长公主又顺势把家产夺了回去，没有保护好他们母子俩，是我一生最大的痛。雨奴，你还记得我说过要拿回你的东西吗？这么快便忘了？难道他说的是生气？前几日守约执行公务之际，在贼窝里找到了这个。有件事情要见娘子的巧手一用。河东公府曾来报案，说别院遭了贼，失窃之物里就有着雨奴的买奴器。
前几日我带人捉拿大盗，贼人逃离了贼窝，别的东西没落下，偏偏落下了这张买奴契。这买奴契不比金银钱帛，贼人偷去了也无用，说不准这就是贼人故意丢弃的，也未可知。娘子说的对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身契明明在大长公主手上。没破案也能追赃，守约果然好手段。侥幸罢了。多亏了大长公主的鸿福。我和守约说，这雨奴的身契，大长公主本来就是要送给我们的。既然如今找回来了，派人来跟大长公主回禀一声便是。可守约偏要一丝不苟，说这雨奴的身契是在大长公主的手上丢的，须得交还大长公主，再由大长公主交到我们手上，这才是礼数周全。阿崔，交给大娘吧。是。是。那琉璃就谢过大长公主了。这匣子里是2件首饰，你我主仆一场，给你留个念想。谢大长公主恩典，以后好自为之。到哪儿都别忘了，你是我河东公府走出去的人。是。玉奴谨记。手里拿的分明是假契约，真的就在我的手上，可我却无从辩驳。我又不能把真的拿出来，只能任由他们胡说八道，真是怄死我了。阿加西诺，那个裴守约和苦笛琉璃真是太过狡猾，可谁又能想到，那个裴守约身为朝廷命官，竟然公然造假文书，这真是胆大包天。从来都是我算计别人，一不小心竟让他们给算计了。我绝不会咽下这口气。阿加西诺，来日方长。守约，我就知道，大长公主想故技重施。郎君先喝了这碗姜汤，玉奴再伺候您更衣。她离间我们，就是再次为家产不择手段。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？赶紧出去！阿成，送他出去。是。
方才我已让人备了热汤，一会儿泡一泡，驱驱寒吧。可是没带换洗的衣裳，这可怎么好啊？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郎君不愿吃雨奴带来的酒菜，只怕也不愿穿雨奴带来的衣裳吧。哎，这不是夫人给郎君亲手做的衣裳吗？哦，这郎君只是不吃你带来的饭食，可这夫人亲手做的衣裳，却是郎君的心爱之物。我怎么也没想到雨奴会在衣服里动了手脚，第2日便被你发现。阿成的那点谎言，怎么瞒得住你？娘子，守约，你还未洗浴，怎先换了衣裳？禀娘子，是阿成大意了，刚才不小心把茶水泼到郎君的衣服上了，故而阿成就给郎君换了套衣服。我之前怎么和你说的？你这耳朵是不是把我说的话都当成耳旁风了？赶紧跟夫人解释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阿成知错。郎君跟阿成说，只要夫人问及此事，便要知无不言，不得有任何的隐瞒，更不能欺骗。阿成对你倒是忠心，请夫人息怒，阿成只是怕娘子误会了郎君，才故意隐瞒，是阿成自作主张了。然后你便演了早晚生气的戏，给无爱的雨奴看。但是谢谢你，谢谢你毫不犹豫地相信我。方才是谁说的？夫妻间无需说谢字的。只是我信你，你却未曾完全信我，否则又怎么会想要瞒我那么多事？我那是不想看到你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。你说的对，是我不好，我向你认错，下次再也不会了。既如此，那雨奴的事以后就全权交给我，你可莫要心疼。我才不心疼呢。娘子，雨奴来了。雨奴见过娘子，郎君，不知娘子唤雨奴来，有何吩咐？雨奴，还记得我之前对你说过的话吧？如今你的身契已在我手上，只要你日后安分守己，我之前答应你的事，依然还算数。等过2年，我会寻个好人家给你嫁了，你可晓得我的意思了？如此甚好，你回去歇着吧。娘子，浴汤已经备好了，请移步浴室。娘子，你不是答应了于夫人，今日要给她送新衣吗？对啊，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赶在宵禁前去趟将军府还来得及。可是娘子，等你回来，浴汤就凉了。浴汤事小，总不好让义母空等了一场。守约，浴汤已经好了，趁着我出去的功夫，你先去沐浴可好？娘子只管去，为夫遵命。
郎君怕什么？娘子出门去了，一时半会儿自然回不来。新婚燕尔，娘子却留郎君一人沐浴，岂不寂寞？雨奴知道，郎君忘不了贤夫人，不如今夜就把雨奴当作贤夫人，以慰思念之情。怎么是你？好个不知悔改的东西，还不跪下！我在宫中曾女扮男装10年，我的男装就连圣人和武昭仪都不曾识破，更何况你方才还是隔着屏风。雨奴，我念你受大长公主胁迫，所以设法要回你的买奴契，又给了你一次机会。可你非但不懂珍惜，还一意孤行，不知悔改，这就怨不得我这当主母的手下不留情面了。我还很好奇，大长公主给你的盒子里究竟是什么宝贝，值得你为了她不顾生命，再次挑战我的底线？禀娘子，我在大长公主赐给雨奴的木盒夹层中找到了这个半张地契。这块地委实不小啊。大长公主只给你半张，是允诺你事成之后再给你另外半张吧？娘子猜的一丝不差。可你又能奈我何？我虽是奴婢，但却是大长公主所赠。大长公主有言在先，娘子对我卖不得、打不得、骂不得、虐不得，否则就是以下犯上，忤逆长辈的好意。没错，我能用在你身上的办法委实不多，既卖不得、打不得、骂不得，又虐不得。可是你长得这么讨人喜欢，我若是把你带进宫去，送给武昭仪，武昭仪定然喜欢。以武昭仪的身份地位，她看中了临海大长公主送给我的篦子，又问我讨了去，就并无不妥了，既不会得罪大长公主，也不算委屈了你。你说对不对呢？你要送我进宫？等你进了宫，我就去见武子子，让他调你去不禄院当差。雨奴再也不敢了，求娘子开恩。我给过你一次机会，是你自己贪图富贵，执迷不悟。娘子，奴婢求娘子放我还梁。娘子若肯放我，雨奴发誓永世不再出现在长安城。奴婢放梁，此事国有法制，并非我想放就能放的。娘子，你有所不知。雨奴本就是良家子，虽在平康坊得贾母悉心教养，但却未曾入教坊之际。大长公主看中我，说我与故去的先夫人有几分相像，所以强行买了我做奴婢。求娘子相信我这一回。娘子若肯放了我，雨奴自然有办法还为良己。买我的本就是河东公府，
所以改换奴籍的事绝对不会牵扯到娘子，求娘子开恩。阿宁，你让阿成去府衙走一趟，就说我们今天才得知雨奴原是良家子，请他们查点一下，若是不错，便请消了他的贱籍。娘子大恩，余奴无以为报，请娘子一定要保重身体。余奴若得不死，日后必结草衔环，以报大恩。雨奴，你若真心悔改，就是对得起我了。阿成找到新的宅院了，我们下个月一起搬过去吧。为何要搬？这个家我很喜欢，我们不要搬好不好？这就是你给我挑的灵巧人，还不如个废物呢！指望他离间守约夫妇，费了我那么多钱，那么多心思，结果雨奴今日主动去县衙求放粮，那个裴行俭直接给盖印批核了。我还能活多少年？我这么费尽心思，筹谋这么多，还不是为了你们的将来操心？媳妇无能，媳妇知错。若以后你们再做错事情，也要认罚。别怪我没把话说在前头。是。
你怎么又下厨了？我不是说了，不许你日日夜夜这般操劳辛苦，怎么就不听话？为你做羹汤是我最欢喜的事儿，怎会辛苦？给。今日，临海大长公主把洛阳的房产地契都送来了，不知道又憋什么坏主意呢？你是怎么考虑的？这洛阳家产是裴族的眼中钉，也是大长公主嘴里的肉。如果一直在我们手上，那我们和大长公主的斗争就会没完没了，倒真是成了烫手的山芋了。所以啊，除非这家产是由一个大长公主得罪不起的人保管，才算了结。那个雨奴被我放凉了，你是不是舍不得啊？你说呢？我的娘子精明能干，哪能中别人的计策？琉璃，洛阳家产我想好了，我给你写了一封文书，我把文书交予你，由你使用。你放心吧，我绝不会坐以待毙，任人欺负。我会保护好自己，也会保护好我们的家。章，那都是难得的运气了。今日褚遂良找到我，让我鉴别这幅字帖。可是你看这字帖，这纸张，这气运，哪是造得了假的？就算是放在张伯英的真迹里，也算是上品。既是真迹，为何楚相还让你带回家来？你夫君的字啊，在长安城也算是小有名气。楚相带着字帖找到我，自然是想让我帮他多领几张。昨日我去探望义母，义母说，圣人有意废了王皇后，改立武昭仪为后，此事可是真的？不错，以褚遂良和长孙太尉为首的老臣们竭力反对，圣人看似没有办法，但是台上台下都做了不少功夫。这回圣人是下了大决心了。圣人登基多年，可仍处处受朝中老臣制衡。你是圣人的心腹臣子，圣人想要立武昭仪为后，凭着你我与圣人和武昭仪的关系，大家必定认定你会立主废后，帮武昭仪坐上皇后的位置。可楚相和长孙太尉是一边的，按理来说，他们提防你还来不及。你想多了，这字帖呀，我早晚都要还回去的。那我们明日就还给他，好不好？不急着还，这几日我要好好的多领几遍。这是洛阳田庄上供给裴氏宗子的阶下收成吧？这么多！哎，快看，这么多收成，这得多大产业啊！
阿妮，我给义母做的那套衣裳呢？记得带上。是。娘子，洛阳的那些庄头来了，拉了许多车布帛，在门口扯着嗓子说是大长公主让他们来送今夏的收成，好像生怕旁人听不见似的。街坊邻居都被他们唬住了，都在说咱们家家业到底有多大。外人不知道守约的家产有多少，洛阳的庄园有多大，只见到这几大车东西，就会颂扬大长公主行事大方、光明磊落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只怕不出半日功夫，中卷培的那些族人们就该听到消息了。前日，卢夫人传来大长公主的口信，说要在后日摆酒宴，为娘子压惊请罪，还要请中卷培的女眷们赴宴作陪。这不是鸿门宴是什么？如今又大张旗鼓地送来庄园的收成，好为后日的鸿门宴做准备。难为你看得这么通透。既如此，那便恭敬不如从命。小谭，你去告诉他们，就说我已经走了，去了苏将军府，让他们把东西留下即可。是。等一下，告诉阿古，在后门备车，我从后门走。我听守约说，苏将军很快就回来了。琉璃特地为义母赶制了这身衣裳，好让您漂漂亮亮的迎接苏将军归家。老夫老妻了，还打扮什么呀？我听说大长公主要宴请你和中眷陪族女眷，可有此事？义母的消息如此灵通，这么快就听说了？显然是临海大长公主有意放出话来。这家宴啊，你不如推了，让她自己去唱独角戏去。就算是鸿门宴，我也得去。为何？因为大长公主故意将家宴选在了12日。12日？12日又如何？大长公主12日摆家宴，不光请了我，还请了中眷培的长辈。一则，那些都是守约的族中长辈，他们都到了，我又岂能不去？二则，家宴第2日便是我的庙见之日。按照咱们大唐的礼仪，成亲3个月后，新妇去宗庙祭拜，做完这件事，我这新妇才能算是夫家的人，他们才能承认我是中眷培族的宗妇。哎呀，我怎么把这个事情给忘了？大长公主将家宴安排在庙见的前1日，必然是用心叵测呀。义母放宽心，这临海大长公主，即便不在此时使坏，以后也还是会继续算计我和守约的。长痛不如短痛，我巴不得她一鼓作气地将坏招都使出来，只有这样，我才好顺藤摸瓜，找到一劳永逸制住她的好办法。你呀，还是这么胆大。今日这家宴真是丰盛啊！大长公主待我们一向不错。是啊，是啊。哎，你头上的这只步摇真好看，是吗？是啊，真的很好看。下次若再看到什么好的，也给我们分享分享啊。琉璃见过诸位夫人。大娘原是主客，该做首席才是。诸位都是琉璃的族中长辈，琉璃若做了主位，岂不轻狂？大长公主到。都坐吧。这大娘能来，我便放心了。可见是没有记恨于我。
大长公主是折煞琉璃了。听闻大长公主病了好一阵，按理我早该来向大长公主请安，可又怕打扰您静养，所以才拖延至今。你未能登门拜访，也是人之常情。那次芙蓉宴是我一时失察，竟让大娘受了那样的委屈。这杯酒，就当是我给大娘当面赔罪了。琉璃惶恐，芙蓉宴不过是场误会，琉璃早就忘却了。这杯酒，该我敬大长公主才是。今日我请诸位前来，是有2桩事。其一呢，是向大娘赔个不是；这其二呢，是有件事情未跟大家交代清楚，要跟诸位细细分说一番。诸位都知道，高祖皇帝曾将洛阳裴家的产业托付给裴相公，裴相公之后，河东公与我又不得不代管了几年。10多年前，好不容易等到守约成家立业，我便将这份产业还给了守约。今日就是要清清楚楚地再说一次，这份产业是先皇看在守约父兄忠心为国、不幸罹难的情分上，特意发还给守约母子的，与你们这些中眷裴的族人并无一丝一毫的干系。以后你们这些中眷裴的族人，不要再对守约白吃白战。怎么是白吃白战呢？大长公主，您要晓得，我们与守约都是河东裴氏一族，本是同根同族，岂有你我之分？又何来侵占一说？阿刘可是有话要说。大长公主，您是知道的，当年守约父兄带着中眷裴起事，结果失败，王世充诛杀3族，累及无数族人，我的姑舅叔伯，乃至襁褓中的长子，都跟着惨死。后来先皇登基，还发了守约的家产，守约既是中眷裴的宗子，当然应该用这份家产来照顾我们这些族人。阿刘所说，我岂会不知？当年我就是觉得你们实在是无辜，这才一时心软，没有说明此事，含含糊糊过了这许多年。可如今，我好心，并未能得到好报，还连累我河东公府，还有你们受到风言风语。既如此，我索性恶人做到底，免得日后纠缠不清。我再说一遍，洛阳的产业是裴守约一人的，与你们这些族人无关。若诸位觉得我处置不对，不妨去请圣上裁决。若诸位没有异议，那日后便不要再说这是什么中眷裴的族产，省得让人看了笑话去。大娘前日已经收到洛阳缴纳的收成了吧？今夏的收益，据说足有几千万钱呢。这么多，这也太多了！几千万钱，几千万钱，不是说过去收成不好吗？原来过去守约一直在搪塞我们，独占了这些财产。大娘果然与我那不通俗物的义女陆琪娘不同，聪明又伶俐。这刚接手守约的家产，便处理得井井有条，这我就放心了。这些产业日后如何处置，便是你和守约的事了。
我便不再过问了。大长公主过奖了。琉璃日后除了要向大长公主讨教，也要多多仰仗在座的诸位婶娘阿嫂。大娘何必自谦？明日过后，你便是钟眷培的宗父，在座的各位便是你的婶娘嫂子，只怕还要靠你这宗父多多照料。